第二天，夜风徐徐，漆黑天幕下的云深不知处温柔而静谧，仿佛整个仙境都沉入美梦之中。此刻已经过了亥时，魏无羡牵着蓝忘机，悄无声息地避过巡夜的门声，打开蓝氏的门，将他推了进去。蓝忘机低声警告道：“魏婴。”魏无羡向外张望一番，轻轻合上门，在门上连下3道符箓。魏无羡欢快道：“成啦。”你不必如此。休沐期间吗？不一样的。魏无羡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到乌木长案边，一半臀坐了上去，小腿在空中轻轻摇晃。魏先生觉得这样比较刺激。蓝忘机的喉结清晰地滚动了一下。魏无羡继续诱惑道：“来嘛，二哥哥，我都特意打扮得如此正式了，虽然差不多快穿习惯了，但是穿起来还是很麻烦的。”的确，礼服抹额，无一不精细，无一不齐正，足可见其用心。还是你就喜欢在白天？魏无羡松开蓝忘机的腰封，拉住一侧衣袍，轻轻向下，露出一角雪白的肩头。那样真有点危险，我们先试试晚上呗。魏无羡在空中虚虚抓了一把，做了个将什么东西收入袖中的动作。你的雅正，我替你收好了。然后转头在裸露的肩上落下一个轻柔的吻。要我教你吗，忘机兄？蓝忘机终于按捺不住，疾步向前，将这勾魂摄魄的小妖精推倒在长案之上。距离清河不远的小镇，蓝忘机要了茶馆2楼的一间包厢。厢房内陈设十分雅致，几株玉簪花散发着清幽花香。收到聂婉晴的邀约，望羡2人颇感意外。接连数月立于风口浪尖的女主角，竟然想先与他俩见上一面。魏无羡站起来又坐下去，坐下去又站起来，在厢房里急切不安地踱来踱去。这几年已经甚少有什么事能让他这样紧张又兴奋，又心情复杂，坐立难安。他跨步走到窗边，撑开一点窗棱，向长街上仔仔细细张望一番，无奈叹气：“蓝湛还没来。”蓝忘机淡然不察，沉静道：“稍安勿躁。”魏无羡走回他身旁，靠在他肩上，绞着蓝忘机的衣袖。好奇死我了。蓝忘机将一杯温度适宜的清明送至他唇边，魏无羡直接就着他的手喝了半盏，润了润焦躁的喉咙。蓝忘机道：“稍安勿躁，快到了。”不会是传闻中那样，传闻总是夸大其词。可是不知为何，魏无羡既想见到一个切合传闻的他，又害怕见到熟悉的一张脸。蓝忘机道：“一见便知。”话音方落，两人都听见了。楼下有不同于来往客商的机不可闻的轻盈脚步声，是修士的脚步声。魏无羡赶紧坐直身体，端整仪容。今日他难得的出游，也着姑苏蓝氏正服，一身的郑重其事。那人上楼了，会是他吗？聂婉晴，聂怀桑父亲的兄长的女儿，简称聂宗主堂妹，只是同聂怀桑一样是庶出。姑娘，这边请，谨自包间。是小二的声音。魏无羡无意识地咧嘴笑开，心却提到了嗓子眼。察觉身边人一面熊熊燃烧着八卦之魂，一面为着传闻神思惶惶，情绪惴惴，近乡情切。蓝忘机伸出手，轻轻拍了拍魏无羡的手背。魏无羡反手握住他，手心微微冒汗。小二挑开了门帘，一名身量纤细、素手白皙的姑娘款步走入包厢。她一身青绿衣裙，缓带轻飘，裙摆摇摇，襟口袖口俱是清河聂氏的兽头枷纹，头上戴一顶白纱蜜梨，遮住了真实面容。魏无羡率先站了起来，蓝忘机一起身相迎，两人异口同声道：“聂姑娘。”聂姑娘。聂婉晴端雅一服，见礼道：“韩光君，魏公子。”抬手时仿佛有些犹豫，但还是立即摘掉了蜜梨。只见他眉妆漫染，眼如水杏，腮凝星丽，鼻腻额脂，发间别一支金珏明钗，耳上戴一对温润绣珠，腰间配一枚翠郎玉竿，清丽秀雅，小家碧玉，传言神乎其神。魏无羡的心里一直说不清是何滋味，也不敢去问金陵。眼下终于见到本人，有一丝微妙的
怅然若失，以及如释重负。也没有那么像。传言道，聂氏婉晴与故去的金夫人江厌离长得几乎一模一样。无数个版本的故事中，只有这一条外貌描绘永恒不变。无论见过江厌离的人如何否认，几乎每一个人都笃定，聂婉晴与江厌离就像同一个模子刻印出来一般。然而，并没有那么像。聂婉晴似乎自己也对此十分在意，开门见山地道：“劳烦二位特意御见来此，二位一定也有诸多疑问，我不想客套太多，可否现在就问二位一句，我像金夫人吗？”没想到看着婉约和顺的人，性子倒是十分的直截了当。蓝忘机看向魏无羡，魏无羡决定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。眉眼之间的确有几分神似，不能说是很像，至少不能说是一模一样。聂婉晴又看向蓝忘机，原本他只想约魏无羡一人，毕竟多一个人在场就多一分尴尬。但后来想到，即使是段秀也因避嫌，不好单独见面，便也约了韩光俊一起。眼下再次见到韩光俊，只觉他在魏无羡身边时竟有几分默默温柔，并不像上回那样寒意森然，气势凛冽，令人不敢直视。蓝忘机看着聂婉晴，微微颔首，肯定了魏无羡的说法。聂婉晴仿佛松了一口气，紧抿着的唇线略略起开，无声的长息长呼了一番。魏无羡心想，传闻拔高了他的期待值。传闻说得越像，他见到本人时便越觉得不像。原本也许是有7、8分相像的，但现在他只觉出5、6分相似来。魏无羡问：“聂姑娘似乎很在意这点。”是。聂婉晴眉宇间有淡淡的忧虑。魏无羡安慰道：“聂姑娘不必如此，的确是有5、6分神似，但细看之下并不像。”聂婉晴露出一个温柔的微笑，那一瞬着实有些像江厌离。聂婉晴道：“说出来怕韩光君和魏公子笑话。我最近时常在想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选了我？所以……”聂婉晴不太好意思说下去，凝雪香腮上浮现一丝粉色。魏无羡会意，想来定亲在即，姑娘心里一定是7上8下，忐忑难安。与江厌离有几分神似，更兼他此时此刻的身份，已经能让魏无羡心里生出12万分的维护之意。魏无羡温和道：“聂姑娘见面便十分爽快地问出了要害问题，那我也直接说了，无论世人怎么传，我同姑娘见面之前便知道，江宗主这个人若是真要娶你，一定是因为非常非常喜欢你，只能是这一个原因。”魏无羡虽不敢问聂婉晴究竟相貌如何，但的确有向金陵打听过江澄对待聂婉晴的态度。金陵只回了一句话：“舅舅已经变得不像他自己。”这一句话让魏无羡狂笑了3天3夜。魏无羡如此直接，聂婉晴的脸瞬间变得通红，绯色从雪白肌肤下透出来，将她整个人染成了一片红云。蓝忘机轻声道：“魏婴。”似是提醒他委婉一些。魏无羡转过头对蓝忘机笑笑。魏无羡心里想的是，姑娘家这个时候最是容易东想西想，胡猜八猜，给她一个一锤定音的答案最好。聂婉晴怔愣一瞬，已经回过神来，红着脸低声道：“多谢魏公子告知。”魏无羡继续道：“你别瞎想，你若是真童师，金夫人长得一般模样，江澄绝对不会想娶你，他们可是亲姐弟。哎，也不知道世人怎么想的。”聂婉晴面若红蕖，诺诺应道：“是。”前年魏无羡在汉江安康失踪，清河聂氏在白河附近寻到他，送往最近的客栈诊治。聂氏一休一路相随，其中便有聂先锋和聂婉晴姐妹2人。确认魏无羡情况稳定，蓝忘机带人返回云深不知处，因此并不知晓之后发生的事情。据说一向对女修颇为毒舌的江宗主，也不由得对有着清河第一美女之称的聂先锋多看了2眼。云梦江氏不仅是仙门百年望族，亦是长江下游的富庶之家，莲花坞现在的势力比射日之争前尤盛。江澄单身已久，虽屡次登上女修相亲黑名单，但世人依旧乐意八卦他的私人问题。聂先锋也是聂怀桑的堂妹，
是家中嫡长女，与江城道士门当户对。